大家好，欢迎收看扣马电竞。LPL 春季赛常规赛阶段已经进入尾声，各大战队都在抢分，争取更高的排名。过程中 ，WBG 战队因为上一场爆冷不敌 LGD 而处于一个非常危险的位置。今年没有 The Shy 以后 ，WBG 的实力肉眼可见的下滑，而最近又爆出了新的猛料。众所周知，在去年年底的转会期中 ，The Shy 选手没有选择与 WBG 战队续约，而是最终选择休息。这次的转会也是引起了比较大的舆论风波。The Shy 大量粉丝炮轰 WBG 战队没有重视 The Shy， 认为 The Shy 休息的罪魁祸首在战队管理层。但 WBG 管理层石头赶路，后续给出了解释，转会期一开始就给了 The Shy 行业顶薪，但是 The Shy 那边没有和 WBG 达成一致，考虑是否继续打还是休息。然后 WBG 这边签约了 ZDZ 和小浩，并且告诉观众，签约这两个选手的时候，有和 ZDZ 说过 The Shy 还是他们的第一选择。后来 The Shy 也确认了这个说法。而最近 LPL 爆出的新料，说出了 The Shy 离队另一个版本的真相。知情人士透露 ，The Shy 对于1200万是认可的，甚至愿意降薪打。但是 The Shy 的签约不仅仅是和 WBG 俱乐部续约那么简单，还牵扯到了直播约和商业合约。工会去年是做出了一定的让步，俱乐部给予补偿 ，The Shy 可以不完成直播约，专心备战和训练。但今年不一样了，商业合约终究需要兑现。The Shy 的直播和商业合约也并不便宜，因此双方在细节方面没有谈拢。换言之，就是 The Shy 需要完成更多的直播约和商业合约，就会影响日常训练。俱乐部这边也没有办法再给出相对应的补偿。而算上商业合约的补偿之后 ，The Shy 的价格就远超过1200万了。因此 ，The Shy 最后选择休息。个人意志是想要继续打的，但是因为商业合约的原因，所以不能打。而且爆料中显示的最可怕的一点就是，The Shy 夏季赛也未必能够回归。这样的话 ，The Shy 的职业生涯很可能就此结束。这是很多观众包括粉丝不太能接受的一点。要知道 ，The Shy 去年世界赛虽然决赛打得不好，但是前面的比赛是 WBG 表现最好的选手。如果前面没有 The Shy 的话 ，WBG 是没有办法晋级决赛的。结合去年联赛的表现来说 ，The Shy 的实力完全足够打联赛的。而且据爆料称，他自己也很想打，这就让人觉得很难受。简单来说就是 The Shy 也被卡合同了，因为直播约和商业合约都比较贵，想要签约 The Shy 需要花很多钱才行。WBG 负担不起，只能拿1200万，但商业合约那边的补偿是给不到的。夏季赛 The Shy 想要回归的话，得有战队能负担起商业合约补偿的那一部分才行。个人认为，想要让 The Shy 回归 ，LPL 联盟可能需要出手。因为 The Shy 回归所提供的热度是极高的 ，LPL 可以衡量一下各中利弊，然后和想要签约 The Shy 的队伍，比如 WBG 商量一下，再去找工会谈，讨论出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案。工会这边应该也知道的一点是 ，The Shy 的直播其实没有那么高的热度 ，The Shy 上场才能将其流量价值发挥到极致。在已经过去一个春季赛的情况下，补偿方面的价格肯定也便宜了，也更能接受俱乐部提出的方案。总之，作为观众，我们还是非常希望 The Shy 能回归赛场的。当然，如果最终不能成功的话，也希望 The Shy 的直播能越做越好，未来也能参加更多电竞相关的活动或比赛。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你们觉得为什么 The Shy 没有续约呢？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欢迎在下面的评论区交流讨论，我会去挨个查看。感谢老爷收看，欢迎点击订阅，我们下期再见。